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王一博笑战9年长情，这才是内娱顶级浪漫。家人们，谁懂啊？2026年了，王一博和肖战居然已经并肩走过第9个年头了。从2017年花田初见的青涩，到2026年顶峰相见的从容，这9年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藏在每个细节里的长情密码。还记得2019年夏天陈情岭的爆火吗？那时候他们是戏里并肩的望线，戏外是互相扶持的伙伴。肖战会心疼王一博拍戏受伤，悄悄地上龙角散。王一博会记得肖战的喜好，冰美式加3分糖的细节记了9年。那些年被镜头捕捉到的对视、递纸巾、并肩而立的瞬间，早就成了粉丝心里的白月光。这9年里，他们一起扛过风浪。2020年肖战遭遇低谷时，王一博用密集的工作和默默的守护，传递着我一直在的底气。王一博在赛道上拼搏时，肖战也在话剧、舞台和影视领域稳步前行。他们没有刻意捆绑，却用行动证明，真正的长情是各自努力，顶峰相见。微博之夜，肖战一句感谢让时间有意义的人，王一博凝望的侧颜，瞬间让无数人泪目。这9年，他们从小朋友长成先生，从剧组打闹的伙伴，变成彼此生命里不可或缺的挚友。那些未说出口的话，都藏在了9年如一日的默契里。这才是内娱最顶级的浪漫啊！不是轰轰烈烈的官宣，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9年长情，不是炒作，是刻在骨子里的羁绊。你们说，这样的王一博和肖战，谁能不磕？如果要在当下的娱乐叙事里找一个时间感最强的故事，那么王一博与肖战这9年的并肩而行，几乎可以算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不喧哗，不张扬，却在无数被忽略的细节中，慢慢沉淀出一种比戏剧更动人的真实质感。很多人会把一切的起点落在陈情令那个夏天，那是一段被反复提及，甚至已经带上某种时代滤镜的记忆。但如果只是把他们的关系理解为爆剧后的绑定，反而低估了这段关系的层次。真正耐人寻味的，从来不是高光时刻，而是那些在高光之外依然持续发生的看似微不足道的连接。站在一个更冷静的观察角度去看，王一博的特别之处，恰恰体现在克制2字。他不是那种会把情感放大给外界消费的人，他更习惯把重要的东西收在一个极其私密的范围里。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在他的世界里停留9年，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种分量。这种分量并不依赖语言表达，是记得对方喝咖啡的习惯，是在对方情绪低谷时选择不打扰却始终在场，是在人群与镜头之外依然保持一种稳定的、无需确认的默契。很多人喜欢把这些细节浪漫化，但如果从人物性格出发，这其实更接近一种极其理性的情感选择，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认定。而王一博的成长轨迹，也让这段关系显得更加立体。从早期略显青涩的偶像身份，到后来逐渐在影视、街舞、赛车等多个领域建立起个人坐标，他一直在往一个更自我的方向走。他的世界越来越复杂，节奏越来越快，但某些关系却没有被稀释，反而在时间里变得更稳定。这种稳定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能力。很多人会忽略一点，越是向上走的人，越容易更换身边的关系结构。因为环境在变，认知在变，需求也在变。但王一博没有，他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没有轻易替换。这就让9年这个时间单位变得不再只是一个数字，而更像是一种主动的坚持。再看肖战的路径，其实是另一种节奏。他经历过明显的起伏，从高峰到低谷，
在一点点重新站稳。他的世界有过剧烈的震荡，而在这样的震荡中，还能保留下来的关系，往往才是最真实的部分。所以，这段关系最动人的地方，并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说什么，而在于在各自最不同的阶段里，他们始终没有走散。从影像叙事的角度来看，这其实非常像一种平行成长型关系，没有强行交集，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但观众却能在零散的片段中自行拼接出一条完整的情感线。那种感觉就像看一部没有明确爱情线的电影，却在细节里感受到比爱情更复杂的连接。有人说这是顶级浪漫，其实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确实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浪漫，没有宣告，没有承诺，甚至没有清晰的定义。但正因为没有定义，它反而拥有更大的情感空间。而王一博在其中的存在感是非常关键的，他让这段关系有了一种沉默的重量。他不解释，不回应，不放大，但也不回避。这种态度，在当下高度曝光的娱乐环境里，几乎是一种反叛。因为大多数关系都需要被证明，而他选择让时间去证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一个对视，一个停顿，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回应，突然被击中。因为那不是表演，而是一种长期累积后的自然反应。回到9年这个时间点，它其实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节点。它提醒我们，这段关系已经跨越了太多变量，行业变化、舆论波动、个人成长、身份转换，而在这些变量之上依然存在的东西才真正值得被讨论。所以，与其说这是谁和谁的故事，不如说这是关于一种关系形态的样本。它告诉我们，有些连接不需要被定义，也不需要被验证，它们只是在时间里慢慢发生，然后在某一天，被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已经这么久了。而在这个过程中，王一博始终是那个不动声色，却极其稳定的存在。他没有用力去维系什么，但也没有放任什么流失。他的方式很简单，做自己的事，把该留住的东西留在身边。这或许才是这段9年故事里最值得被看见的部分。不是热闹，不是标签，而是一种极其安静却又极其坚定的选择。王一博600多天神隐背后的资本阳谋，从月华太子到独立王权。2026年的春天，王一博与月华娱乐之间的博弈，写成了一部资本围猎与反围猎的商战史诗。2026年3月，距离合约到期的10月仅剩半年，月华娱乐的股价却已如过山车般震荡。一边是 CEO 杜化在微博之夜上强挽狂澜的全家福，一边是王一博早已悄然布局的独立商业版图。这不再是简单的续约问题，而是一场关于一人养活整个上市公司的终极清算。荒谬的家人叙事，从13岁练习生到摇钱树的觉醒。月华娱乐最擅长的就是编织家庭的幻象。杜化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像亲儿子一样培养王一博，试图用情感纽带严格赤裸的商业剥削。在2026年初的微博之夜，那张备受热议的合照被外界解读为杜化在股价暴跌前的最后一次维稳。然而，这段亲情的起点其实是一场精准的天使投资。回望2011年，13岁的王一博在河南洛阳的街舞比赛中被月华星探发掘。那时的他只是一个热爱跳舞的普通少年。月华将他送往韩国 YG 娱乐进行的浴室训练。这4年是月华对王一博的原始资本积累期。2014年，17岁的王一博以 UNIQ 组合竹领舞身份出道，凭借 EOEO 斩获国际编舞奖，初露锋芒。但真正让王一博从偶像蜕变为顶流的，是月华在关键节点的资源豪赌。2016年，月华力排众议，将他塞进天天向上主持团。那个曾经因内向而被调侃背景板的少年，在汪涵、大张伟的提携下，硬是磨出了控场能力，
完成了国民度的原始积累。2019年，岳华拿下《陈情岭》男主资源。这部剧不仅让王一博一夜涨粉1600万，更让他从爱豆成功转型为演员，直接跻身顶流阵列。可以说，没有岳华早期的资源倾斜，就没有今天的王一博。但问题在于，当这棵摇钱树长成参天大树后，岳华依然试图用家人的名义，将他牢牢锁在高级打工仔的位置上。2024年，岳华总营收7.65亿，王一博一人独扛4.59亿，占比突破60%。这意味着岳华这家公司本质上就是王一博无限公司，他干着老板的活，扛着公司的命脉，却连0.01%的股份都没有，甚至连分红权都被剥夺。在资本眼里，他不是家人，他是那个必须被榨干最后一滴价值的高级打工仔。而当这棵摇钱树开始意识到自己才是森林的主人时，所谓的家庭叙事便瞬间崩塌。600多天的神隐，一场对流量规则的降维打击。最让外界感到恐怖的，不是王一博的商业价值，而是他那令人战栗的定力。截至2026年3月，王一博已经600多天没有进组拍戏了。自2024年5月维和防暴队上映，2024年追风者播完后，他便彻底切断了影视作品的输出。在3天不营业就查无此人的内娱，这无异于自杀。外界嘲讽他在家抠脚，预言他马上会护，但他完全不在意。他拒绝了12档 S 级综艺，推掉了5部偶像剧，转头去拍户外真人探险节目，探索心境。他在岩壁上历劫，在深海中前行，在赛车场上轰鸣。这种我行我素的背后，是一个强大到可怕的内核。他不再需要通过刷脸来维持热度，他正在通过消失来重塑稀缺性。另立山头，从乐化太子到资本大鳄，这种消失并非退圈，而是降维打击。早在2024年，当外界还在猜测他是否会续约时，王一博已经悄然完成了自己的商业闭环，成立个人独资工作室，控股3家文化传播公司，业务涵盖影视、文旅、美妆，牵手国际巨头 CAA， 直接对标好莱坞顶级资源配置，不再依赖岳华的国内人脉。纪录片探索心境，致谢名单里彻底抹去了岳华娱乐，这封无声的独立宣言早已昭示了结局。更有趣的是，岳华为了挽留这棵摇钱树，甚至在2026年3月抛出了股权激励的橄榄枝。但讽刺的是，这种迟来的施舍，在王一博已经具备独立造血能力的今天，显得既廉价又无力。转型路径被业内视为顶流教科书。现在的王一博手里握着36个顶级代言，背后站着国际资本 CAA， 脚下是通往赛车手、演员、商人的多元道路。即使自翔曝光到几近退圈，他依然是那个只要出现就霸占热搜的男人。出席时尚盛典，他依旧稳坐 C 位，只要现身，依然是全网焦点。这种什么都不用做，顶流桂冠谁也拿不走的松弛感，才是对内娱流量规则最大的嘲讽。这场博弈从一开始就不是对等的。岳华还在用旧时代的经济合约试图锁住新时代的超级 IP， 而王一博早已站在了更高的维度，俯瞰着这场资本的残局。600多天的神隐，不是退步。当雏鹰长成鲲鹏，那个曾经遮风挡雨的屋檐，终究再也容不下他的翅膀。王一博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在我看来，这一场关于珍珠与男装的讨论，其实在王一博走上巴黎时装周秀场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答案。很多年里，时尚圈对男性气质的定义始终带着某种隐形的边界，利落、克制、冷硬，甚至带一点刻意的距离感。而珍珠这种自带温润光泽的元素，似乎天生被归类进柔软女性化的标签体系里。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当这两种气质相遇，会不会冲突？王一博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也很直接，不会。
她那一身来自香奈儿的棕色斜纹软呢造型，其实没有任何刻意突破的设计，外套依旧是品牌延续100年的经典语言，线条干净，质感克制。黑色长裤收束整体比例，衬衫领口那一抹黑色丝带几乎是点到即止的修饰，但真正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是那一串珍珠。它没有喧宾夺主，却在光影之间悄然改变了整套造型的气场。珍珠的存在让原本偏冷偏硬的结构多了一层流动的呼吸感。它不是削弱，而是中和；不是装饰，而是重构。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严密的秩序中打开了一道缝，让情绪得以进入，让气质变得更立体。更关键的是，王一博的气质恰好承接住了这种复杂性。他身上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冷感，不是疏离，而是一种克制到极致的表达方式。很多人会把这种气质误解为单一，但实际上它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包容度。当珍珠的柔光落在他身上时，并没有把它柔化，反而让那种冷静更有层次，甚至带出了一点锋利。这才是真正难得的地方。因为时尚从来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人与服装之间的相互成就。很多人可以穿上珍珠，但很少有人能让珍珠成为自己气质的一部分。而王一博做到了，他不是在尝试一种风格，而是在重新定义这种风格。也正因如此，这一造型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单一的时尚讨论。这些年，关于男性该如何穿的话题一直在被反复提起。从中性风到无性别设计，概念不断更新，但真正能够被大众接受并转化为审美共识的案例其实并不多。原因很简单，大多数表达都停留在形式，却缺少一种让人信服的气场支撑。而王一博这一次恰恰补上了这一点。他没有用夸张来制造话题，也没有用对立来强调态度，他只是站在那里，用一种近乎松弛的方式，让所有人自然地接受，原来男性佩戴珍珠可以这么合理，这么高级。这比任何讨论都更有力量。再把视角拉远一点来看，这场秀的意义还不仅仅停留在造型本身。作为全球代言人压轴登场，本就是一种极高规格的认可。在以西方审美为主导的时尚体系中，亚洲面孔想要站在这样的核心位置，从来不只是好看那么简单。它需要市场号召力，需要品牌信任，更需要一种能够被国际语境理解的表达能力。王一博的出现恰好完成了这种多重标准的统一。它既保留了东方气质中的含蓄与克制，又能够与国际时尚语言无缝衔接。这种平衡让它不再只是被看见，而是开始被理解。而一旦被理解，话语权自然就会发生转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它不是在追赶时尚，而是在成为时尚的一部分。回到最初的问题，珍珠能否成为男性时尚的新符号？答案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把某种元素穿出新的意义时，这个元素本身就已经被重新定义。它不再属于某个性别，也不再受限于既定规则，而是成为一种可以被自由使用的表达工具。王一博用一场看似安静的亮相，完成了一次非常有力的审美推进。没有喧哗，却足够深刻。也许很多年后，当人们再回看这一刻，会发现真正被改变的，从来不只是男人能不能戴珍珠，而是我们对于美的理解边界被悄然向前推了一步。知情人爆料，唐季礼导演接触肖战，女主候选人名单已定，均顶流大咖。近日，网络上突然掀起了一股关于肖战影视剧的热议潮，话题之多几乎让人眼花缭乱。除了早已人尽皆知的重庆浩和十日中烟，有知情人士爆料称，著名导演唐季礼也正在接洽肖战，并且女主候选人名单已初步确定，将会在刘亦菲和唐嫣之间产生最终人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肖战还是两位女主候选人，
都是演艺圈顶级流量与实力兼具的巨星，这样的阵容本身就足够引发关注。然而，这样的爆料究竟可信度几何，仍需仔细辨别。据爆料者称，唐季礼已经与肖战接触，并明确透露女主可能是刘亦菲或唐嫣中的一位，言辞中透出几分笃定。不可否认的是，肖战、刘亦菲和唐嫣都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与全能演技，三方若能合作，无疑会成为演艺圈的盛事。但这种爆料的真实性仍需保持理性审视。从粉丝的反应来看，大家对这一消息多半抱有疑问。毕竟，唐季礼大导演与成龙合作多年，在动作片领域堪称权威。如今突然传出他将与肖战合作的消息，之前完全没有任何风声，这让不少人不禁心生疑虑。网络上热议的消息虽然诱人，但在未有官方确认前，理智吃瓜仍是最稳妥的态度。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希望为肖战送上祝福。近期关于他的各类爆料层出不穷，从影视剧到代言商务，让人眼花缭乱。作为顶流巨星，这种高强度曝光和讨论早已成为肖战的日常节奏。希望他能够坚定前行，持续努力，并且我们期待的作品《谍报上不封顶》和《小城良方》早日定档，与观众见面。最近这则关于肖战与唐季礼导演接触合作的消息，确实在观众圈层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坦白说，这种为官宣先热议的状态，在当下影视环境中并不罕见，但之所以这次格外引人关注，核心还是在于人选本身的分量。无论是肖战，还是传闻中的女主候选刘亦菲与唐嫣，都具备足以单独撑起项目讨论度的影响力。从一个长期观察影视市场的视角来看，这类爆料之所以能迅速发酵，并不仅仅因为顶流叠加，更因为它触动了观众对类型突破的期待。唐季礼的创作路径一直偏向于节奏明快、动作与叙事并重的商业电影体系，而肖战近几年的作品选择则明显在向更具厚度与多样性的角色迈进。如果这两种风格真的产生交汇，那将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合作，更可能是一种气质上的重组。而肖战本人的表演气质，其实恰恰具备这种可塑性。他身上既有传统意义上东方审美中的温润感，也逐渐建立起更具力量感的表达方式。从过往角色来看，他并不局限于单一类型，而是在不断尝试拓宽边界。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导演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创作资源。换句话说，即便抛开粉丝视角，仅从创作层面看，肖战也具备成为项目变量的能力。他能让一个既定类型产生新的观感。再看女主的两位传闻人选，其实也颇有意味。刘亦菲的气质偏向清冷与内敛，她的镜头表现力往往带有一种留白感，适合承载更具诗意或史诗感的叙事。而唐嫣则在近年的作品中逐渐展现出更成熟、更加生活化的一面，她的表演更贴近现实语境，也更容易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如果将他们与肖战进行不同组合，其实会导向两种完全不同的作品气质，一种偏向浪漫与质感，一种偏向现实与情绪张力。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二选一的设定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话题性。观众在讨论的其实不仅是谁来出演，更是在想象这个项目最终会走向哪一种表达路径。当然，回到理性层面，这类爆料在没有任何官方信息支撑的情况下，确实需要保持审慎态度。影视项目从接触到落地，中间往往存在大量变量、档期、剧本调整、资本结构，甚至市场风向，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尤其是像唐季礼这样级别的导演，其项目推进节奏通常更为严谨，不太可能在毫无预热的情况下突然成型。但即便如此，这条消息依然有它存在的意义。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与观众的共同期待，大家希望看到更具新鲜感的组合，也希望看到演员在既有路径之外的突破。
而肖战正是当下少数几位能够承载这种期待的演员之一。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肖战目前所处的位置，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流量明星的范畴，他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持续高关注度中建立更加稳固的作品体系。这意味着他的每一个选择都会被放大解读，也会在无形中影响行业对他的定位。所以，比起单一爆料的真假，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未来的整体布局。无论是已被提及的谍报上部封顶，还是小城良方，都隐约透露出一种趋势，他正在向更具内容厚度与人物复杂度的方向靠近。如果这一方向能够持续下去，那么无论是否与唐季礼合作，他都在走向一个更加稳固也更长久的创作轨道。说到底，观众真正期待的从来不是一条爆料本身，而是那种可能性被打开的感觉。而肖战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总能让这种可能性看起来并不遥远。所以，与其急着判断真假，不如保留一点耐心。因为对于一个正在不断上升、不断调整自我的演员来说，最值得期待的永远是下一次真正落地的作品。对于这些爆料，你会怎么看待呢？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